大美女安娜可真是个活宝，硬是把荒野探险整成了美食直播现场。她逮到一只山鸡，脑洞大开，直接给鸡来了个黄泥巴死包，裹得严严实实，活像个大土球。接着，这土球就华丽变身为火堆里的嘉宾，上演了一场荒野版的叫花鸡大戏。虽然手艺嘛，跟老字号的叫花鸡比起来还差那么点火候，但丽姐这操作绝对是创意满分，有模有样。等到火候差不多，把那层黄泥外衣给扒拉下来了后，里面还藏着芭蕉叶的温柔包裹，透着股子原始风味。看她吃得津津有味，满脸幸福，咱们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那份美滋滋的滋味。不仅如此，在竹林深处，她本想碰碰运气找找竹鼠的踪迹，结果一铲子下去，嘿，意外收获了一只壮硕的山鼠。这下可好，晚餐的菜单直接升级成了竹林山珍，让人忍不住想流口水。更绝的是，她不仅抓得一手好野味，还自己动手挖了个超级大地坑，精心设计了块重达几十斤的芭蕉树盖板。整个陷阱简直是在竹林里布下了一个自然版的自助餐厅，就等着那些贪吃的野物们自投罗网了。第二天一早，安娜不顾雨水滂沱，直奔山林查看她的陷阱。嘿，说来也巧，一只大野猪正悠哉悠哉地向陷阱靠近。安娜连忙退到远处，悄悄观察，心里还琢磨着这雨下的真是时候，帮她隐去了行踪。突然，只听砰的一声，野猪毫无防备地掉进了陷阱，芭蕉树盖板严严实实地盖在了上面。安娜见状，立马飞奔过去，心里既激动又谨慎。她找了根木棍，小心翼翼地在周围探了探，生怕被野猪误伤。等确认安全后，安娜费了9牛2虎之力，才把芭蕉树盖板挪开，然后又费了不少劲，总算把野猪绑得结结实实，从地坑里拽了出来。看着肩上这沉甸甸的几十斤大野猪，她心里头那个美啊，简直是乐开了花，哼哧哼哧的就往庇护所走。一路上虽然雨大路滑，但安娜还是花了差不多1个小时，把野猪安全带了回来。到了庇护所，她特意找了个猪圈，把野猪放进去，解开绳子，让它慢慢适应新环境。这下子食物储备又丰富了不少，安娜心里别提多满足了。待到次日之后，老天总算是停雨了，此时的地面也是干燥了不少。今儿安娜可是准备要好好的做一餐猪食，毕竟有着新的野猪到来，必须让她爱上这里。在这里，安娜可是不用担心木薯被吃完的问题，因为荒野老哥在周围种植了10多亩的木薯，安娜可以放开心的处理。由于不仅有着安娜的野猪，还有荒野老哥的猪，因此所需的食材自然是不能少。除了一大堆的木薯外，安娜还砍来了一根超大的芭蕉树，开始切割和劈砍芭蕉树作为猪食的主食之一。至于最重要也是营养最为丰富的木薯，安娜自然是不会放过，全都被她劈砍成了木薯片，以方便快速烹煮。那可是足足的砍出了一大堆来，对比下放入到锅中的芭蕉树来说，木薯的量怕是得有芭蕉树的2、3倍去了。安娜不知道的是，即便是荒野老哥，平日里也只是1半对1半的搭配，这要是被老哥看到了，绝对会心疼的呀。煮好的猪食还需要用凉水兑一下才行，能够将温度很高的猪食降温，这样便能快速的喂养野猪蟹了。现如今的喂养工作还真是不小，毕竟野猪的数量可是太多了，再加上还有2头巨无霸，安娜每天制作猪食的时间可是不短了，打野的时间自然就下降了不少。不过在喂养完野猪之后，拿上打野刀的安娜还是快速的来到了山林之中搜寻起来，这一次甚至连狗子都没带。一番搜寻之下，安娜发现了一处山坳之中有一道溪流，见此状的她一时间便想到了鱼肉，毕竟之前在老庇护所附近，安娜可是捕捉到了不少的河鱼，让她美滋滋的吃上了几顿鱼肉大餐。在这一处溪流之中，幸运的安娜还是发现了河鱼的身影，不过不好捕捉，为此安娜那是直接干起了拦截水流的活计，将分叉的水流拦到一处去，剩下的另外一处流水便会小很多，抓鱼的时候就会方便许多了。一番操作之后，安娜几乎可以说是彻底的截断了右侧的流水，随即便开始在里面摸索了起来。不过这第一条鱼获的个头有些小，安娜还搞了个水坑先用来放鱼，随后又继续的拿上绑扎好打野刀的鱼叉开始插鱼。这一次安娜可是直接搞到了一条不小的鱼货，有了鱼叉在手之后，安娜出手的速度可就要快多了，一插不中立马再补一插即可，毕竟这边的水坑已经没多大了，关键是里面的鱼还不小，直接被安娜扎了个透心凉魂飞扬，随即扔进了一旁的水坑内。还别说，这一处水坑之中的鱼货数量和质量都是很不错的，除了第一条小家伙外，随后安娜遇见的都是半斤以上的鱼儿，数量还不少。在安娜越发精准的插鱼技术之下，里面的河鱼那是一条接着一条的中了招，而水坑内的鱼货数量也是开始逐渐的上涨了起来。
随着最后一条鱼儿被安娜插中之后，确定水坑内没有鱼的安娜，那是直接回到了放置鱼儿的地方，开始利用树藤将收获到的鱼儿一一的串在一起。这数量还不少，估计的有个6、7条的样子。收获满满的安娜，接下来自然是要快速回家烹饪鱼肉大餐了。回到庇护所之后，安娜先是将鱼儿的内脏一一的去除，随后便连带着鱼鳞开始在油锅之中煎炸了起来。自从上次吃了煎炸过的鱼肉后，安娜那是深深的爱上了焦香四溢的鱼儿，因此之后每一次捕捉到河鱼，那都是直接煎炸处理。还别说，就这煎炸的水平，那绝对是顶呱呱级别的。看着外皮焦黄的鱼肉，安娜那是再也忍不住了，当即便开启了饕餮模式，大吃特吃了起来，吃的那叫一个满嘴流油，好不痛快啊！当然，安娜也不是吃独食的人，跟着自己来的狗子自然是要好好的喂养一番才行。就此一人一狗那是吃到嗨，6、7条鱼儿直接被他2一顿就给拿下了。美滋滋的睡了一觉之后，次日的安娜再次来到了山林之中，开始沿着岩石区域搜寻了起来。一路跟随着安娜成长的大家都知道，在这样的区域内，安娜最为擅长的便是布置石块陷阱，那可是用来捕捉山鼠一类的好东西。因此今儿的安娜自然也是不例外的。在发现了山鼠活动的痕迹之后，便开始利用石块和木棍布置起了山鼠陷阱来。一旦山鼠从下方经过，触动到触发卡条，便会被大石块压住。这样的山鼠新陷阱，安娜可是布置了好几组，而且还有树枝在周围布置一番，只留下石块下方的通道可以行走。布置完山鼠陷阱之后，安娜倒是没有发现其他野物的活动痕迹。归去之时，安娜也没走空，直接砍了一棵芭蕉树。毕竟喂养的鸡鸭猪可是不少。然而令安娜没想到的是，在回去的路上，竟然发现了山鸡的活动痕迹。见此状的他当即就在这里布置起了弹力绳套陷阱来。毕竟山鸡可是要比家鸡香啊！而且来了不到1周，他已经吃了荒野大哥的2只鸡了。按照这个速度吃下去，老哥回来的那天，怕是鸡毛都没了。布置完陷阱之后，回到家的安娜那是直接看了新鲜的芭蕉树给野猪吃。经过前几日的忙碌之后，安娜目前更改了喂养策略，之前都是1天2顿熟食，每天烹饪猪食都需要大量时间，因此现如今改成了1天1顿熟食，1顿生食。待到下午之后，安娜那是拿上了弓弩，直接上了山。毕竟她可是一直想念着山鸡啊。来到山上后，安娜先看了山鼠陷阱，由于时间比较短，那是毫无意外的全部都是没有被触发。不过令安娜惊喜的是，绳套陷阱被触发了，可惜上面空空如也，很明显山鸡逃脱了。见此状的安娜那是一路掐算着野鸡的踪迹，追踪而去。这一路上没少发现鸡毛，而且安娜还搞了一些树枝作为伪装，这操作真是牛啊！然而就是这样的操作，安娜还真的发现山鸡了。好家伙，这怕不是山鸡吧？就这打鸣声，那妥妥的大公鸡啊！这要不是安娜想吃荒野老哥的鸡，故意找的理由的话，要不就是荒野老哥的鸡逃到了这里。不过不管是哪一种情况，目前这只大公鸡都完蛋了。被安娜一剑击中后，最终那是难逃被命运之手扼住了喉咙，成为了安娜的囊中之物。拿上大公鸡的安娜，当即便马不停蹄地回到了庇护所，先是升起了火堆来，为接下来的烹饪鸡肉做好准备。最后又将处理好的整只鸡包裹在了芭蕉树之中，这莫非是打算制作包烧鸡不成？不过看到安娜接下来将大量的黄泥土用来包裹鸡肉时，很明显安娜这是要制作叫花鸡。一番操作之后，一整个包裹着鸡肉的泥球便制作好了。原本正宗的叫花鸡都是需要先烧火，后挖出坑将泥球放进去，再在上面覆盖上炭火，如此来焖熟。不过安娜的操作就简单了，直接将泥球放在了炭火之中灼烧。最终经过了半小时的灼烧之后，安娜便开始将安娜给拿了出来，准备吃鸡了。拿上木棍的安娜那是当当当的一顿敲击，将泥土撬开之后，接着便可以将里面包裹着芭蕉树的鸡肉给拿出来了。不过看着芭蕉树叶的情况，真担心安娜的鸡肉没有熟透啊。当安娜轻轻掀开芭蕉叶的那一刻，眼前的景象让她微微一愣，鸡肉表面似乎还带着几分生涩，色泽略显生硬。然而随着她用力一扯，一只大鸡腿应声而落，原来内里已然熟透，只是肉质较为紧实，咀嚼起来需要一番功夫，却也正因此每一口都充满了挑战与满足。那鸡肉的香味简直是直冲云霄，浓郁的让人忍不住深吸一口，仿佛能瞬间唤醒沉睡的味蕾。这跑山鸡虽不及真正的山鸡那般野性十足，却也绝非市面上那些平淡无奇的饲料鸡所能比拟。再看狗子，他早已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，围着安娜摇尾乞怜。当鸡肉落入他们口中时，那满足的神情仿佛在说，这硬度对我们来说简直是天堂般的享受。而更让安娜感到惊奇的是，鸡竟然也加入了争夺的行列，冷不防地从狗子嘴边抢走一块鸡肉。这一幕真是世界无奇不有，
连鸡都开始吃鸡肉了。这一餐，安娜和狗子都吃得异常畅快，仿佛所有的疲惫都在这一刻烟消云散。但安娜心中也不免生出几分担忧，照这样下去，荒野大哥几个月后归来，恐怕只能对着空空如也的鸡舍叹息了。新的一天一早，安娜便开始了她的忙碌。她先将煮好的猪食细心地兑水搅凉，然后逐一喂给那些嗷嗷待哺的鸡鸭猪。尤其是那2头大野猪和一群小野猪，它们的食量惊人，让安娜不得不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来照顾它们。喂完野猪后，安娜便迫不及待地踏入了山林，渴望在这片广袤的天地间寻找新的猎物。虽然最终并未如愿以偿地遇到野物，但她在一片坡地边意外发现了一棵超大的野杉树。这棵杉树不仅个头惊人，而且位置也颇为奇特，让人不禁猜测是否是荒野老哥之前的杰作。不过这些都已不再重要，因为今天他们注定要成为安娜餐桌上的美味佳肴。面对这棵浑身裹满泥土、皮厚肉实的大杉树，安娜没有丝毫犹豫地拿起了削皮刀。经过一番努力，她终于将杉鼠的外衣一一剥去，露出了里面那黄嫩嫩、诱人至极的果肉。随后，她麻利地将杉鼠劈砍成块，与青菜一同放入锅中烹煮。不一会儿，厨房里便弥漫起一股令人垂涎欲滴的香气。这顿早餐虽然简单，却又不失营养。碳水化合物的杉薯为安娜提供了充足的能量，维生素丰富的青菜则让她的身体更加健康。虽然蛋白质的含量略显不足，但在这样的环境下已经算是难能可贵。吃饱喝足后，安娜望了一眼还在梦乡中酣睡的狗子，然后独自一人踏上了探索山林的征途。毕竟之前布置的地坑陷阱还需要前去查看。随着安娜悄悄地前往地坑陷阱处时，在远处的她竟然看到了几只小野猪出现在了陷阱周围，而且似乎有一只已经跳了进去，紧接着另外一只也是跟了上去，最后一只则是一旁绕开了。见此状的安娜那是无比的开心，快速的上前查看了起来。这是不看不知道，一看吓一跳的节奏，因为坑内正好有着2只小野猪，可是把安娜高兴坏了。2只小野猪个头很小，安娜那是快速的将它们给拿在手中，最后拿出了地坑。这个时候必须赶紧走，因为一般小野猪离大野猪的距离不远，待宰的大野猪可是凶猛的很，要是安娜遇到了可就麻烦了。好在最终有惊无险，安娜成功的将2只小野猪给拿回到了庇护所，并且先是将它们放在了自己之前编织的笼子之中。毕竟这个时候的小野猪太小，要是和家中的其他野猪放在一起的话，很可能会被咬伤，甚至是咬死都是有可能的。不过目前所有的猪圈里面都是有主的，因此安娜想要给2只小野猪打造一个单独的猪圈。为此，安娜那是直接砍来了不少的大竹子，并且利用锯子切割起了竹段来。作为荒野建造的高手，安娜对于切割竹子来说可是得心应手。手起刀落间，便有大堆的竹子被劈成了2半，然后秉持着1生2、2生4的想法，大量的竹片便被切割完成了。部分竹片的一端还需要将其削尖，以便于随后建设猪圈时方便插入到泥土之中。至于建设猪圈的场所，安娜倒是没有丝毫的担心，因为周围的场地可是不小，直接在大野猪的隔壁建设即可。将地面固定上大量末端尖锐的竹子之后，接着便可以利用竹片在上面编织竹墙。之所以在大野猪边上建设猪圈，那是因为可以依靠大野猪的猪圈一面墙做墙，这样便能少建设一面竹墙，而且有大野猪在隔壁，小野猪也会模仿大野猪的习性，将它们驯化好，那是完全没问题。最终花费了2小时的时间，安娜便将新的猪圈给制作好了。随后自然是要将2只小野猪给一一拿出来，让它们好好的熟悉这一个新家了。起初，那2只小野猪对新环境充满了恐惧，它们蜷缩在角落，浑身颤抖，仿佛整个世界都充满了危险。但安娜的温柔与关怀很快打破了这份紧张。她拿来了新的竹筒、猪槽，里面装满了香喷喷的猪屎，那股诱人的香味让2只小野猪再也按捺不住，它们小心翼翼地靠近，最终大口大口地享受起美食来。这一幕让周围的小猪和鸡鸭们都羡慕不已，纷纷围拢过来观看这难得的盛宴。经过几天的相处，小野猪们逐渐适应了新的环境，它们在安娜的精心照料下茁壮成长。于是，安娜决定将它们与其他小野猪放在一起喂养，希望它们能够更快地融入这个大家庭。然而，好景不长，安娜在喂养完大野猪后，发现了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，她不得不亲自进入猪圈，仔细查看情况。原来，新来的小野猪竟然被其他小猪咬伤了，这让安娜既心疼又无奈。她没想到，就连这些看似天真无邪的小野猪之间，也会存在拉帮结派、争强斗狠的行为。为了救治受伤的小野猪，安娜迅速行动起来，
他找来了荒野大哥的旧衣物，虽然这些衣物已经破烂不堪，但在此刻却派上了大用场。安娜眼疾手快，一边撕扯着布条，一边用打野刀辅助切割，很快就将烂衣服变成了一条条细长的布带。然后她小心翼翼地将受伤的小野猪抱了出来，开始为它们包扎伤口。这些新来的小野猪虽然数量不多，但野性十足，打起架来毫不含糊。它们不仅自己受了伤，还咬伤了其他2只老的小野猪。不过，经过这次激烈的争斗后，野猪们似乎也立下了新的规矩和地位。现在他们基本上都是抱团在一起行动的。虽然这样的结果有些出人意料，但安娜认为这也不失为一件好事。至少他们学会了如何在群体中找到自己的位置，并相互保护。